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中共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登场，但就在它开幕的前一天，整个中共政坛已经乱了。3个画面同时爆出：消失2年的人回来了，军队高层在坍塌，首都被锁。第一个画面，失踪2年的前中共外长秦刚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红领带 C 位合影，笑得平静，不是偷拍，是官方活动。照片疯传全球。就在四中全会前夜，他回来了。第二个画面，军中大地震，9名上将刚被开除，紧接着又传4上将、9中将、15少将同时出局，连习近平的贴身幕僚钟绍军都在名单里。这不是整顿，而是清自己人。第3个画面，北京上空全面禁飞，气球、孔明灯、无人机一律禁止。可是地面上却满是军车、装甲车，夜行不息。福建、河南、陕西，民众惊呼：这是要打仗吗？外交复活，军中崩塌，首都锁城。四中全会刚登场，北京的气压已经爆表。10月19号，北京政坛传出一个出乎意料的信号。失踪2年多的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出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公开露面，多张秦刚的照片在 X 上热传。画面显示，秦刚身穿深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神情平和，与多人站在舞台中央合影，其中1张是3人合影，还有1张是9人合影，秦刚都是站在 C 位。照片背景宣传板上写着第2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主题是溯回浪漫，直抵金音，日期写着2025年10月17号。在合影中，除了秦刚外，还可见1名英籍华裔女钢琴家，她是当晚音乐会的主要演出嘉宾。公开资料显示，2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由北京市政府主办，时间为10月10号到24号。从现场多张合影的构图和背景来看，秦刚的出现明显属于有组织的官方性出席，而非偶然被路人捕捉的私人行动。此外，网传照片中还出现几张秦刚身穿休闲 T 恤的个人照，场景疑似位于一处展览现场，道路两侧排列着展位，摆摊的有外国人的面孔。反共网红蒋网正说，秦刚在中国地理杂志社上班。此前，华盛顿邮报也曾经援引美国前任官员的说法指出，秦刚已经被安排到中共外交部旗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这些照片是自2023年6月25号后，秦刚首次出现在镜头之下。去年8月，曾经出任过前邓小平翻译的中共智库高官高志凯，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谈到秦刚时，曾经语出惊人地表示：“你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了。”秦刚露面的消息迅速在海外舆论场引爆，有观点认为，秦刚在中共四中全会前现身，可能不是偶然。10月13号，前上海企业家胡立任在他的自媒体频道上爆料说，他接到消息，秦刚将卷土重来，再次出任中共外交部长。胡立任表示，这个消息相当可靠，绝非捕风捉影。他分析指出，中共至今没有对秦刚做出任何官方定性，既没有起诉，也没有通报处分。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未被定性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并没有被彻底抛弃，而是被暂时搁置，留待再用。胡立任认为，秦刚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之后，可能在中共21大上重新出任外交部长。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秦刚此番重现，极可能是为后继的政治复位铺垫舆论和心理预热。这样的回归并非毫无政治逻辑。近月以来，中共外交系统内部呈现真空化迹象，王毅在多线外交上显得力不从心，美中关系陷入停滞。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对华强硬回归的背景下，北京急需一个能同时被华府和内部派系接受的稳定面孔。而秦刚这个曾经在习近平时代初期被视为最年轻的副国级和习近平最信任的外交代言人，正具备这种象征价值。然而，在观察者眼中，秦刚的复出也不一定代表习近平政权的稳固，反而可能象征另一层讯号：平衡派的回潮。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夕，多位中层外交官和智库学者的论调悄然转向，呼吁稳定外部环境，缓和美中紧张。
这或许说明党内正在为可能的政策转轴预热，而秦刚的再现正好成为这种气氛的象征性事件。不过，这到底是被赦免的信号，还是被利用的开始？目前外界还无从得知。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能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送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过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的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就在中共外交系统出现烙大饼现象的同时，军中却突然掀起前所未见的整肃风暴。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宣布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后，不到24小时，第2波更大的名单便在网络上流出。据独立时评人蔡胜坤10月18号在 X 平台贴文披露，又有4名上将、9名中将和15名少将被免职，具体人员包括中共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上将，联合作战指挥部副参谋长徐启林上将，火箭军政委徐锡胜上将，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上将，中共军委军纪委副书记周建新中将，原军办主任、现任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中将，南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贾建成中将，北部战区副司令赵志丹中将，武警参谋长周建国中将等。蔡胜坤说，中共20大后形成的所谓习家军基本上被全线歼灭，这场连环整肃几乎波及中共军队的多个核心系统，从装备发展、火箭军、战区司令部到国防大学，涵盖了军事决策、作战指挥和政治教育3大层面。观察人士指出，这已经不是一次纪律整顿，而是对军中权力结构的系统性重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免职的人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钟绍军的名字。钟绍军并非传统军系将领，而是习近平的核心幕僚、贴身智囊型人物。从浙江一路跟随习近平去到上海，又跟到中央，最后被习近平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负责内部文件流转、人事推荐、政治联络，成为习家军的神经中枢人物，是通向习的最后一道闸门。如果连这样的级别、这样背景的亲信都被处理，这通常只有一种可能，不是习近平在清理他人，而是在被清理。就在这场第2波军中清洗名单持续发酵之际，10月19号，中共中央政法委官网中国长安网更新领导机构栏目内容，显示原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已经正式去职中央政法委委员。这意味着，这名在10月17号被官方通报涉嫌严重职务犯罪的上将，已经从中共政法体系中被彻底移除，成为中共18大以来继王建平之后又一名落马的武警司令员。王春宁现年62岁，出身军人世家，是原南京军区副政委王永明中将的儿子，属于典型的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他一路被重用。去年两会后，他屡次缺席中央政法委和公安系统的重要会议，到2025年初，几乎完全淡出官方公开活动，直到这次被正式免职。时政评论人士王友群指出，王春宁的倒台对习近平构成重大的政治打击。在中共18大以来的整肃中，习近平不断清洗武警体系，把它由军委、国务院双重领导
改为军委单独领导，以确保绝对忠诚。然而，如今连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现任武警司令员都接连落马，显示出习近平在刀把子系统内部的控制力仍然不稳固。从何卫东、苗华到王春宁、许学强，清洗一波接一波，军队和政法体系这两支中共维稳支柱正在同时出现裂痕。就在中共军中出现连环震荡的同时，全国多地的交通和空域也出现异常景象。从10月16号起，社交平台上陆续流出多段影片，显示福建、山东、广东、河南、陕西等多省高速公路上出现大批军车、装甲车和运兵车队，部分地区上空甚至可见军用直升机低空盘旋。拍摄者多为当地民众，影片中不乏惊呼和疑问：这是要打仗吗？怎么到处都是装甲车？外界对这波军车异动的目的众说纷纭。X 账号德润传媒指出，这些车队多沿着主要战略干道行进，列队严整，行程集中在夜间和凌晨，疑似执行异地调防或战备演练。但也有分析指出，当下时点的敏感性不容忽视的四中全会正在召开，军中高层又刚经历大规模整肃，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量军车同时出现在多省的高速公路上，难免被视为权力斗争的延伸或者是防范措施。因此，有可能性是中共在四中全会召开之际，采取预防性军事布控，以防内部发生不可控事件。也有评论者认为，这种调动未必针对外部威胁，而是内部忠诚测试的一部分，借由临时行军、演练或风控，检验各战区、各军种对中央命令的服从程度。在中共历史上，每当高层权力斗争激化时，军队的非常规行动往往被视为政治风向的指标。与此同时，北京方面的安保措施进入最高级别。10月18号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发通告说，保中共四中全会期间北京地区的空中安全。10月19号0时起到10月23号24点为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升放气球、孔明灯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通告强调，北京市行政区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违者将依危害公共安全处理。这一禁令和大规模军车调动几乎同时出现，让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正在为四中全会实施战时级别的维稳部署。近年来，北京每逢重大会议前都会进行净空行动，主要针对无人机、滑翔伞、轻型飞行器等可控设备，但这次连气球、孔明灯也不允许了，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禁令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安全层面，它反映出北京在四中全会前进入零风险模式，任何可能引发联想、干扰画面或象征祈愿的漂浮物都被视为潜在不稳因素。在首都的天空下，一盏孔明灯都不被允许升起，而在高速公路上，成队的军车却夜行不息。这种诡异的静和动之间，正是中共政治欺压的最真实写照。从中共外交系统到军事体系，从权力中枢到首都上空，中共正在进入一种表面静止、内部巨震的状态。所有迹象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四中全会前的中南海正试图以高度控制掩饰深层失衡。外交在烙大饼，军中在清自己的人，首都在封一切不确定。这样的局面不是稳定的象征，而是权力体系在临界点上自我收缩的表现。无论会议结果如何，中共政权的紧张和焦虑已经清晰可见。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